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梁夏，不是梁虾。本期视频给大家带来模拟宇宙黄与还灾难度4的半平民攻略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本期视频用到一个5星角色来展示，山伯和西路都没有练。当然也可以用其他出入角色，因为我这期用的是虚无属性黑大帅打的。最后娜塔莎关卡都没有开过大招，很稳的。有帮助到各位，希望可以点赞支持一下。至于一个币是实验，同时 B 站对转发请求比较大，帮忙转发一下吧，不用真的转发，退回来或者转发给我就行了。同时还有经验拿，谢谢。来看一下用到的角色属性面板吧。火主3月7，娜塔莎卡夫卡，没有练3月7可以用杰哥，娜塔莎可以换罗刹白鹿都行。火主和3月7防御大概2500左右足够了。火主带2道选择，有的可以带。然后3月7给火主套盾了，火主的嘲讽值拉满，打卡夫卡的机会特别的少啊。我没有开过这个嘲讽技能也足够了。娜塔莎5000血足矣，不用那么高的，我实战下来不用那么高。卡夫卡0+0，3000攻击足矣。需要注意一点就是全员的速度鞋跑的贼快，这点很重要很重要。因为本次的模拟宇宙难度也高，但是给的 buff 也很多，所以对总体练度要求其实并不高的。关追用的一个金2的晚安睡颜，天赋点的还可以，然后用闪剑长搭的，命座是0星魂。站位这样就可以了。进入战斗选择虚无，没有解锁的话可以重开一次就可以解锁了。这个虚无效果，每走一个空白壳子可以增加18%的持续伤害。进入空白区域为随机类型的，也是运气成分在里面的。我一共走了13个空白的格子，搞到了234的持续伤害，非常爆炸。然后这个尽量走，不要走直线，多绕道走一些格子，毕竟你太快带 BOSS 给的 buff 也太少了，很难打。右上角有个倒计时，每走一个格子就少一点，变成负数就会提升怪物的增益。我建议小于10都是无伤大雅的，只要不超过10都问题不大。我自己是触发了9，因为我本身肉度也比较高嘛，所以问题就真不大了。说白了，玩虚无就是走空白区域为主的，就能大大提高你的伤害了。然后是命图回响方面的新增的 buff， 每个命图和其他命图都不太一样。比如虚无就是寻猎和防御的回响，解锁3个寻猎可以解锁这个林中路，给全队拉条的触发这效果之后啊，而且解锁3个防御可以让队伍的普攻打出持续伤害。这个我最后是没有触发，就差1个了，能拿到的话输出能高一大截。其实第4关和第5关之前建议把行迹给升级一下，就是靠探索完成任务目标可以获取点数的。升级这个行迹的效果是对所有的命图生效的，加的很多啊，加防御加什么伤害减伤等等。再去打难度4和难度5比较好。我打之前都是2级左右的一个点数啊，硬要打也是可以的，靠祝福嘛。然后来说一下祝福方面的，存护方面选择护盾量、加防御力、减伤以及套盾这4个优先。虚无方面一般会拿满14个祝福，一般无压力，尽量找提高持续伤害的 buff 回能。至于提高治疗量可以不用选，但是虚无属性里面总体玩起来，我觉得必须拿这个虚妄贡品。敌方每受到1次持续伤害，全队回复1.5%的血量，虽然看似不多是吧？但是疯狂触发 DOT 伤害，回血量很高的。也是因为这个 buff， 我的娜塔莎可以不用开大的原因了。丰饶可以不选，寻猎选择回能拉条速度这3个就可以了。触发那个回响交错嘛，拉条的。毁灭拿生命值、回能量加防御的。至于防御只要凑3个就可以了，没有硬性要求。触发一下那个回响交错，普攻造成失去伤害那个 buff。最后给你们看一下我的祝福一览啊，我这个回响交错防御是没有触发的，其他的话都触发了。击破效率，如果你没有击破敌方的弱点，那么可以不选；有击破可以选择一下。哦，对了，丰饶这个生命值上限可以减伤，加抵抗的可以选一个。寻猎的我前面也说过了，拉条速度加一个推条能量都可以，其他就不用了。毁灭的话，生命值还有防御力回能，防御没有硬性要求，我这里只有触发2个啊，问题不大。奇物方面没有硬性要求，我个人推荐虚构机兵，这个回血量还是不错的，还有混沌云之增加重置祝福，可以拿到基本就稳了。接下来说一下实战环节的，其实也没有太多的讲究，唯一要说的就是这个怪物会给我方施加这个分化效果嘛，尽量靠娜塔莎3月7解除一下。在没有分化的情况下，3月7一般给自己或者给火主加嘲讽值，这样打卡夫卡的概率就比较低了。我实战起来卡夫卡没有超过半血以下的。
加上上个期大招冻结小怪，压力变小了。因为我选的是回能祝福比较多，大招和回响都很快。还有最重要一点，如果觉得要输了，千万不要退出，直接关闭游戏重开就能继续打了。这个老玩家应该都知道吧？我第3条命打了3分钟左右打完了，还是挺稳的。不知道各位打得怎么样，或者想看什么命图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啊，有帮助到各位喜欢点赞关注慈禧 UP 主，后续也更新更多铁道攻略。那么我是梁夏，我们下期视频见，各位拜拜。